在泰国东北部，人们相信万物有灵，认为一切超自然的事物都是神灵，包括逝者的灵魂、动物的亡灵。家中会汇聚灵气，形成家宅神，田间也有保佑丰收的赐福神，乃至山川森林、一草一木都有灵性，因此万物皆有神灵。2018年夏天，一支来自韩国的纪录片团队为记录灵媒的生活，几乎走遍了全泰国。他们采访了几位灵媒，最终选中了一个名叫尼姆的女人，并24小时跟拍她的日常。尼姆通过镜头告诉大家，神灵分为2种，邪神和善神。邪神向人类降下诅咒和病痛，善神则为人消灾解难。编导向尼姆提出了第一个问题，问他所供奉的巴扬神属于哪一种。尼姆坚定地说，巴扬神一定是善神，因为千百年来他一直保佑着全村的村民，于是被奉为祖先神。但事实上，人们并不知道这位神灵是谁，也不知他从何而来。巴扬神世世代代都由尼姆家族中的女性供奉，他刚懂事时，祖母便是巴扬神的灵媒。还记得那时，村民们的信仰都非常坚定，每年都会为巴扬神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。后来祖母离世，巴扬神便附在了尼姆的小姨身上，但可惜小姨没有女儿，只附身女性的巴扬神便选中了尼姆的姐姐诺伊。诺伊拒绝了巴扬神，作为家族中唯一的女性，尼姆成为了巴扬神灵媒。只是随着外来宗教文化的不断入侵，现在只有一小群人相信巴扬神的存在。人们不再为他举办盛大的祭祀仪式，偶尔会有身染病邪的村民前来寻求巴扬神的庇护。作为他的灵媒，尼姆免费为村民们治病驱邪，只收下祭拜神灵的鸡和酒。眼前的男人得了怪病，浑身都痛痒难耐。他的妻子告诉尼姆，就在不久前，他去坟墓里抓了条蛇泡药酒，只喝了一杯就成了这样。尼姆知道他是冒犯了蛇灵，连忙用鸡蛋为他驱邪祈福，而他的病也在尼姆的一通操作后痊愈了。编导觉得稀奇，问尼姆是不是能包治百病。尼姆笑了笑，说生病了还是得看医生，他可没办法治疗癌症，他的那些手段只能用来对付由灵体引发的疾病。如今信仰巴扬神的大多都是村子里年老的女性，她们偶尔会带上贡品，跟着尼姆一起爬到山顶，在巴扬神神像面前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。期间摄制组采访了尼姆，聊起了他成为灵媒的过程。那是尼姆刚满20岁时发生的事，他突然重病缠身，每天都活得苦不堪言。他试过用了结生命来终止这种痛苦，但连死都是奢望。神奇的是，在他接受了巴扬神的降神仪式之后，病便痊愈了。在那之后，他白天是分文不取的巴扬神灵媒，夜晚便回到独居的家中，做些缝补衣物的活计维持生活。他说他一个人并不孤独，他已经将自己的人生献给了巴扬神，而神灵也会永远和他在一起。其实尼姆的家人也住在村子里，但他不愿与他们来往。只是今天二姐诺伊的丈夫突然离世，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。二姐夫是亚桑提亚家族的后代，是开纺织厂的资本家。不知为何，他们整个家族的男丁全都不得善终。二姐夫的祖父是被工人用石头砸死的，他的父亲则为了骗保险费烧死了工厂里的工人，最后事情败露，服药自杀。儿子麦克也在不久前出车祸离世。正说着，尼姆看见路边有一只野狗的尸体，心中十分不忍。在泰国，狗象征着忠诚与纯洁，但村子里的人们却早已随心所欲地亲近这样圣洁的生灵。来到葬礼现场之后，尼姆便被大哥马尼数落了一通，指责他只有在生离死别的时候才露面，还说诺伊丧子又丧夫，身边只剩一个女儿敏敏，实在是可怜。于是自己决定和新婚妻子搬进诺伊家中，还邀请尼姆也一起住，称三兄妹在一起能互相有个照应。但尼姆绝不会答应，因为诺伊至今还在信奉基督教，还经常与神父来往，而尼姆不愿与这些外来宗教扯上半点关系，生怕会侮辱了他的巴扬神。听说敏敏是第一个发现父亲尸体的人，他连忙上前关心，但敏敏表现得很淡定，脸上竟没有一丝丧夫之痛。尼姆则在葬礼上忙前忙后，还为二姐诺伊跑腿，拿来了一些换洗的衣服，但诺伊并不领情，反而指责尼姆笨拙，不知道多拿点厚衣服。此时本该帮母亲操持葬礼的敏敏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她突然大发雷霆，与一位大叔扭打在一起，还一直说对方骂她是妓女，但大叔矢口否认，委屈地说在场的人都可以为他作证。
这不是敏敏第一次酗酒发疯，尼姆希望诺伊能好好管教女儿，多关心她的身心健康，但诺伊却不以为然，认为小酌几杯不伤大雅。尼姆只能自己去卧室照顾敏敏。只见敏敏呆坐在床铺上，一动不动地盯着门边的毛老太，而毛老太离开之后，敏敏便恢复正常，躺倒酣睡了。第二天，毛老太在家中暴毙，而敏敏正站在围观的人群中。尼姆连忙叫她，她却一言不发，自顾自地离开了。尼姆赶紧跟上去，看见她正神情呆滞地对着墙角面壁。尼姆冲进了敏敏的房间，在衣柜中发现了万帕塔。要知道，万帕塔可是用来驱鬼的法器。尼姆猜到了敏敏正在被灵体纠缠，结合他的种种反常行为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：他已经变成了通灵体质，即将成为继承八阳神的灵媒，必须立马举行龙神仪式。诺伊听后勃然大怒，他不愿女儿变成孤苦一生的灵媒，将尼姆轰出屋外。编导问敏敏为什么要制作万帕塔，但他不肯回答。编导话锋一转，和他聊起毛老太的事情，他却压根不记得了。突然，他的神情变得惊恐，问编导能不能看见远处有个人。知道编导也能看见那人时，才舒了一口气。不难看出，明明已经发现自己能看见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，所以他才会制作万帕塔以求自保。而尼姆说过，看见灵体也是八阳神附身的前兆。编导决定相信尼姆的推断，准备记录下灵媒传承的全过程。连夜组建了一支专门跟拍敏敏的小团队。敏敏在城里的人事局工作，由于路途遥远，每天都要凌晨起床做准备，8点到单位之后，就要一刻不休地为来往人群分配工作。这份工作很辛苦，但敏敏却乐在其中。当编导提起姨妈尼姆时，敏敏立马一脸不屑。他认为灵媒就像是耍猴，靠装疯卖傻来博人眼球，实在是既可笑又可悲。母亲诺伊继承了婆婆的狗肉铺子，至今已经经营了10几年。泰国明令禁止出售狗肉，但架不住村民爱吃，当地政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诺伊也赚得盆满钵满。可笑的是，他分明做着狗肉生意，却还养了条狗当宠物。他认为动物们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人类服务，献出血肉供人饱腹，和消耗生命作为宠物陪伴人一生是同一个性质。编导也没想到，这样不敬生灵的人，竟然也曾是八阳神选中的灵媒。他说，他是在20岁左右感应到八阳神的，那时生了重病，生理期持续了5个多月，人人都说他得了神病，需要立马举行龙神仪式迎接八阳神的附身。可他还梦想着嫁人生子，不愿举行龙神仪式，但又实在不堪病痛，便投靠了基督教，向上帝祈祷之后，八阳神便选择了妹妹尼姆，病痛也全部转移到尼姆身上。编导问他，假如八阳神再次选择了他，他会接受吗？他直接拒绝回答这个问题，怒气冲冲地打断了采访。仇视与抗拒便是他对八阳神的态度。敏敏的夜生活很丰富，朋友们几乎都是蹦迪时认识的。编导采访了其中一位，拿到了敏敏在游乐园玩耍的视频。他与一群小孩打成一片，看起来天真又可爱。奇怪的是，20岁的他竟然突然大哭大闹，还将一个不到5岁的小朋友推倒在地，那副又哭又笑的模样，像极了一个熊孩子。蹦完迪后，敏敏醉醺醺地在街上游荡。他回到单位昏睡，直到第二天一早，同事上班打卡才将他叫醒，还来不及仔细体会社死的感觉，他便发现下身一凉，大腿内侧布满污血，身体虚弱的他回到家中休养。诺伊十分担心，想带他去医院，但他却冷冷地拒绝了，躲在房间里再不肯出来。大哥曼尼也认为敏敏被八阳神选中了，只有接受龙神仪式才能结束病痛，劝诺伊去找尼姆帮忙，但诺伊的态度十分坚决，宁死也不肯让女儿当灵媒。敏敏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却坚持要去上班。在坐车回家的路上，一名大婶好心关心他，却被他劈头盖脸一顿乱骂。原来他认为对方是在骂他，和在父亲葬礼上酗酒闹事如出一辙。只是敏敏现在滴酒未沾，竟也出现了幻听。之后的每一夜，他都会将自己灌醉，时而焦虑不安自言自语，时而满嘴脏话痛哭流涕，试图在酒醉中逃避现实。尼姆查看了敏敏的跟拍录像，得知外甥女已经被折磨得苦不堪言，于是不顾一切地冲到诺伊家中，问敏敏这段时间究竟看到了什么，听到了什么。尼姆在竭尽全力地搭救敏敏，但诺伊并不领情，再次赶走了尼姆。诺伊认为是尼姆将敏敏害成这样的，因为尼姆没有儿女，便想让敏敏继承灵媒。
诺伊准备相信科学，将明明带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显示，明明浑身是病，尤其是妇科病非常严重，但医生却找不到病因。明明说，在生病之后，他每晚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中有一群穿着传统服饰的男人，浑身都画满了符咒，他们围着一颗头颅，踩着满地的鲜血狂欢。那头颅想对明明说些什么，但明明却始终听不清。在上班时，明明突然腹痛，他痛得尖叫不止，蜷缩在地。摄像劝他去医院，但他知道去医院也没用。同一天，主任将明明叫去办公室，将他解雇了。不久后就是圣诞节，明明来到教会剧场为圣诞节特别节目试妆。他突然翘起脚来，粗鲁地剔牙，那表情十分投入，直将自己的牙龈抠破，弄得满嘴是血。直到同事提醒，他才突然惊觉，那错愕的表情就像是不知道自己刚刚做了什么。圣诞节当天，扮演天使的明明在花车上巡街，她笑容甜美地看着满街的基督教徒。下一刻，她便又失常了，抓起糖果攻击家人。只是这失常只持续了几秒，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神色恍惚的明明回到人事局，似乎忘记了自己被开除的事情。主任见了他，就像是看见了脏东西，连忙催促保安将他丢出去。编导采访了主任，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将明明开除。主任拿出了办公室的监控录像，画面中显示明明每晚都与不同的男人在办公室滥交。编导将这件事转告给明明之后，他沉默了很久，还捡了一些街边的垃圾。人声鼎沸的大排档内，一言不发的明明显得格格不入。他看见手边有只濒死的飞虫，想起了生不如死的自己，然后面无表情地流下了一滴眼泪。为了拯救明明，诺伊正向上帝祷告，尼姆也在恳求巴扬神保佑明明，而明明自己找到了解脱的方式，竟然自寻短见。诺伊将他及时送医，所幸救了回来。他终于意识到女儿的困境，请求尼姆办一场降神仪式，但为时已晚。尼姆发现明明身上已经附了灵，而且绝不是巴扬神。不知好歹的诺伊大骂尼姆狠心，但尼姆并不理会他，火速来到诺伊家中，要求大哥马尼打开尘封已久的房间。这是诺伊大儿子麦克的房间，一看遗照，尼姆便知道麦克根本不是死于车祸。他想知道麦克的真正死因，但马尼却支支吾吾的劝尼姆不要多问。他立马摸了摸麦克和明敏的合照，看见了一段乱伦之情。原来明敏和哥哥麦克是一对血亲恋人，乱伦之事被家人撞破，麦克便上吊自尽了。尼姆来到麦克自尽的地方，感受到灵体的怨念，认为是麦克想带走明敏。另一边，诺伊已决定背弃上帝，他带着明敏来到邻村，找了其他巫师为明敏举行降神仪式。尼姆冲进法场制止他，告诉他这个巫师是个江湖骗子，这样胡乱做仪式只会让明敏更加危险。明敏突然袭击诺伊，将他打得满头是血，然后趁乱离开了。尼姆紧跟着追出去，却只见四周空旷，明明已经没了踪影。村民与警察组建了一个搜救队，彻夜在山上寻找明明，而诺伊也在医院醒来了。得知女儿已经失踪，他终于肯相信尼姆，哭着求尼姆找回明明。尼姆告诉他，事到如今一定要虔诚地供奉巴扬神，只要诺伊真心悔过，仁慈的神一定会用他的力量拯救明明。尼姆准备为麦克举办一场超度仪式，于是来到明敏的房间搜查，发现这里堆满了垃圾，且每一件垃圾都是亡灵生前用过的物品，有小孩的玩具、吸满污血的卫生巾等等。这些垃圾被转移到麦克自杀的地点，为消除他的怨气，尼姆在此布了一个阵，然后日以继夜地念着超度咒。几日后，警察发现了明敏的行踪，出租车司机的行车记录仪显示，他在半夜搭车到郊外，下车后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司机掉头离开，却看见他闪现在车前。这条线索很快便断了，警察在郊外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明敏。尼姆仍旧每天为麦克超度，他觉得麦克总有一天会放过明敏，因为每天用鸡蛋占卜时打出的蛋液都是新鲜的，这意味着亡灵接受了他的心愿。不知不觉便过了1个月，尼姆突然打出了一只腐臭发黑的鸡蛋，他恍然大悟，终于发现自己被恶灵欺骗了，而残害明敏的恶灵根本就不是麦克。他来到明敏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，想起这附近便是纺纱厂，是明敏的祖先作孽的地方，这里早已废弃，周围的树林几乎将其吞噬，包裹在枝叶树木之中。一开门，尼姆便看见满地都是供奉亡灵的祭品，而明敏就在5楼。
在一坨诡异的树根下昏迷不醒，将他送医院治疗后，所幸没有生命危险，但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脱水，需要好好将养。尼姆带着诺伊进山还愿，想用祭品好好感谢一下八阳神，但尼姆却突然发出悲痛欲绝的咆哮，原来是他的八阳神被砍掉了头颅。在明明神志清醒时，曾说过他经常梦到一颗头颅，那头颅一直在悲切地朝他说话，但他一句也听不清。现在看来，很有可能是八阳神入梦。可惜的是，如今八阳神再也无法给明明提示，因为他的身体完全被邪神占领了，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意识。尼姆狠厉地朝邪神发问，问他究竟是谁。他狡猾地笑着说自己是八阳神，可他骗不了尼姆，因为八阳神是守护女性的神明，绝不会把明明变得污秽不堪。尼姆取来白线绕住他，然后将明明的手指泡进装着圣水的玻璃杯里，伴随着驱鬼咒，明明的手指钻出了大量污水，意味着邪神正在被逼出明明体内。他因惊恐而咆哮挣扎，因为他知道他只能毁坏八阳神神像，却消灭不掉八阳神。神的力量仍在尼姆体内，邪神立马开始扰乱尼姆的心绪，说起了诺伊陷害尼姆的事情。当年诺伊为了摆脱八阳神的附身，悄悄将符咒放进自己的鞋子和衣服里，然后哄骗尼姆穿上。原来他并不是靠上帝的庇护才摆脱了当灵媒的命运，而是用符咒欺骗了八阳神。这番话让尼姆心生愤怒与不甘，邪神钻了空子，玻璃杯立马爆裂开来。尼姆已经竭尽全力，但邪神仍旧霸占着明明的身体。诺伊生怕尼姆不尽力救女儿，连忙朝尼姆道歉。可一句道歉有什么用呢？尼姆安稳自由的人生终究是被他偷走的，任何人都解不开这个心结。尼姆决定向朋友桑迪求助，将明明带到桑迪的庙宇。这些年来，桑迪靠举办这种骗钱的假仪式，成了灵媒中的富翁，还收罗了不少徒弟。看着这毫无神力的假把式，邪神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他还不知道，虽然桑迪经常骗香火钱，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真本事。只需一眼，桑迪便看穿了邪神的真面目。他并不是一个个体，而是由多种恶灵汇聚而成的，有狗灵、蜈蚣灵、女鬼灵、色鬼灵和小孩灵。仔细一看，甚至还有草木灵。明明现在就像一辆插了钥匙的空车，任何恶灵都可以进入他的身体，与邪神合为一体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和邪神硬刚。在纺纱厂举办一场驱魔仪式，但诺伊不肯驱魔，因为明明的身体太虚弱，驱魔仪式也许会让女儿一命呜呼。他哭着抱怨上天不公平，为什么偏偏是明明受罪？桑迪告诉他，这是因果报应。明明父亲的亚桑提亚家族祖上作恶多端，杀死了纺纱厂的上千名工人，其中正好有一个人会巫术，在临死前诅咒了亚桑提亚整个家族，所以亚桑提亚家族的男丁才会不得好死。而明明的父亲又娶了诺伊这个拒绝了八阳神的不祥人，明明自身也犯下难以饶恕的乱伦之罪。在雪崩时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当天晚上，诺伊和尼姆彻夜谈心。诺伊说，他认为八阳神根本不存在，因为明明是家族中唯一能继承灵媒的人。如果真的有守护神，明明也不会变成这样。尼姆反复强调，他虽没见过八阳神，但他能感应到八阳神，希望诺伊不要动摇信念，一定要举办驱魔仪式。邪神的力量难以想象，桑迪和尼姆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即使发动所有徒弟一起手绘符文，几十人紧锣密鼓的准备也需要5天的时间。而这5天，摄制组安装了夜视镜头，准备日以继夜地观察明明的一举一动。仪式前5天凌晨，明明啃食生肉，像动物一样四肢着地。仪式前4天凌晨，他悄悄地爬到熟睡的诺伊身上，细细嗅着他的气味。大哥马尼看了录像后浑身发毛，说太害怕了，想带着老婆孩子搬家。诺伊斥责他没良心，还说明明需要人照顾，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他。他说他相信尼姆一定会用八阳神的力量消灭邪神。仪式前3天，摄制组在马尼和诺伊的房间也安装了摄像头。半夜，明明如鬼魅般潜伏在角落，他偷偷爬到熟睡的舅妈身边，伸出蹄子一样的手放在她肚子上。舅妈突然因腹痛惊醒，明明则在暗处得意地笑着。仪式前2天，马尼在明明的房门上加了道锁，但一道锁根本挡不住明明。当天晚上，他便将狗狗放进滚水中汆烫，连毛带皮地啃食起来，而后偷偷来到舅舅的房间，偷走了尚在襁褓的小侄儿。
一家人连忙出门寻找，舅舅在草地中看见了一个小肉团，抱起一看，发现正是啼哭不已的儿子。即便明明绑架了儿子，舅舅仍旧担心他的安危，继续扒开草丛寻觅他的身影。婴儿的啼哭声悠悠响起，草丛中突然出现一只黄牛，明明手持尖刀，一把将舅舅扑倒，要不是他及时用手掌握住刀刃，想必已被刺穿了脑袋。众人见状，合力拉开了明明，舅舅的手痛得抽搐不止。距离仪式只剩最后一天，诺伊却打不通尼姆的电话，他直接撬开了他的家门，只看见满地狼藉。半阳神神坛被毁了，尼姆也在睡梦中离开了人世，就连医生也无法解释他死亡的原因。这种死法被当地人称为神隐。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的驱魔仪式，当天下午就草草办了葬礼。诺伊询问桑迪尼姆的死因，但桑迪欲言又止，只说了句天机不可泄露。驱魔仪式当天，编导提醒桑迪，称他已经失去了尼姆的力量，一个人对付邪神十分危险。但桑迪视死如归地笑了笑，反问编导记不记得来时和明明一起乘坐的车子，分明不是一辆红车，车身上却写着这辆车是红色的，这是欺骗邪神的障眼法。车子不是红色的，驱魔对象也不是明明，而是他的母亲诺伊。诺伊穿上了明明的鞋子和衣服，就像当初他欺骗八阳神那样，在衣鞋中都放了符咒，为求万无一失，还用写满符文的白布蒙住了头。直接对付明明难有胜算，但把邪神的力量引到诺伊身上，就会大大削减其力量，再将其逼出诺伊体内，然后封印在坛子里，便可大功告成。桑迪和他的徒弟齐念唤魂咒语，用牛血泼洒神坛，给附近的邪神都做了标记。然后他手捧牛头，试图将所有邪神强势地召唤过来。一时大风呼啸，灰尘漫天，数不清的灵体在风中流动，然后全部钻进诺伊体内。他的口鼻开始渗血，下体也血流不止。桑迪连忙用驱魔棒痛击诺伊的头部，令他吐出了大半坛黑水。此时明明正被关在家中，房门上贴满了封印符咒，由桑迪的大徒弟和明明舅妈看守。明明不断地迷惑着舅妈，哭着求舅妈放他出来。突然房间里传出一阵婴儿啼哭，舅妈心中一沉，连忙看向摇篮，发现空空如也。而另一边，桑迪已将装着黑水的坛子封印，不停念着驱鬼咒，与蠢蠢欲动的邪神博弈。颤抖不止的坛子意味着邪神在做最后的挣扎。九死一生之际，舅妈非要打开明明的房门救孩子，大徒弟极力劝阻他，因为师傅说过，在驱魔仪式完成之前一定不能打开房门，而且他的孩子根本没有失踪，正安然无恙地躺在摇篮里。舅妈已被鬼遮住了眼，他竟直接打昏了大徒弟，冲进了房间里。同一时间，坛子突然停止颤抖，桑迪僵硬地将其捧起，然后来到石板边缘，一动不动的。徒弟叫他，他也不回应。纺纱厂突然断电，摄像连忙打开补光灯，看见桑迪狰狞着大笑起来，然后扭曲着一跃而下。不过1层楼的高度，桑迪竟被摔得4肢皆断。而舅妈闯进房间后，只听到了婴儿的哭声，并没有看见儿子的身影，因为那哭声是从明明的嘴里发出来的。看着明明得意而张狂的笑容，他终于明白自己上当了，但大错已经酿成。明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割断了舅妈的喉咙。摄像悄悄躲进衣柜中，听着大徒弟的惨叫声，吓得泪流不止。过了一会儿，惨叫声消失了，只剩下微弱的婴儿啼哭。他颤颤巍巍地走出衣柜，想顺便救一救孩子，可他迎面遇上了满口是血的明明，正在生吞着侄儿的肉。摄像连忙冲进厕所，在一片黑暗中，只能用夜视镜头观察四周。很快门便被打开了，明明流着口水，慢慢地朝他爬了过来。纺纱厂漆黑一片，守在场外的2名摄像打开了补光灯。桑迪的弟子出现在画面中，神情呆滞的流着口水。他突然发起袭击，活活咬掉了摄像的一块肉。另一名摄像仓皇逃命，为了不暴露行踪，且能在黑暗中看清前路，他关闭了补光灯，打开夜视镜头。不远处传来一阵嚎叫声，一群人将他猛扑在地，肆意撕咬着他的皮肉。他连忙捡回摄像机，抓起手边的石头一通乱砸，然后连滚带爬地逃着。浑身是伤的他爬了几步便脱力了。一大群疯狗一样的人也慢慢聚拢，但他们却突然显得十分害怕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明明来了。
诺伊一脸幸福地看着上空，疯疯癫癫地说：“八阳神就在这里，而他已准备好接受八阳神的附身。”幸存于世的几个徒弟将信将疑，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按诺伊的吩咐，大家收集了坛子的碎片，在诺伊的主持下，驱魔仪式继续进行。可他根本不是要驱魔，而是要将在场的所有人，包括他的大哥，献祭给邪神。他将香倒插之后，一名徒弟便立马一头撞死，其余人也全部倒地抽搐，皆被邪神附身了。大哥撕咬着麝香，然后狂笑着从楼上纵身一跃。麝香想逃，却迎面遇上了敏敏，连忙躲在角落，悄悄打开了夜视镜头。只见诺伊走到女儿面前，自称是无所不能的八阳神，还模仿着尼姆的模样，将手放在敏敏头上念驱鬼咒。敏敏喊了一声妈，诺伊便以为敏敏已经回来了。邪神看穿了他，他根本没有八阳神的力量，因为他连面前的是邪神还是敏敏都不知道。随后敏敏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将他放倒在地。在一阵恶魔的低语声中，诺伊跪伏在敏敏脚边，祈求邪神给一条生路。不知不觉，周围已出现无数脚印，将诺伊团团围住。敏敏拿起一桶汽油浇在诺伊身上，让他像那些枉死的工人一样，体会一番烈焰灼身的痛苦。点火之前，诺伊又开始祈求上帝。敏敏也发现了麝香，将其活吃了。火光伴随着尖利的嚎叫声，诅咒亚桑提亚家族的巫蛊稻草人，见证了这场血腥的因果循环。影片最后是尼姆最后一次的采访片段。本在八阳神神像面前祈祷的他，烦躁地摔了祭品。那晚诺伊对他说的话，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邪恶的种子。他开始怀疑自己，怀疑八阳神是否存在。他不停地痛哭着，那悲凄的哭声是信仰倒塌的声音。就在那一天，尼姆抛弃了八阳神，而他也因此失去了神灵的庇护，死在睡梦之中。很多人都说八阳神是邪神，或者认为他根本不存在，但影片中的很多细节显示，八阳神是存在的，且是善良的。他的神像形态是一名面容祥和的男子，只附身在女人身上，并且守护了村庄千百年。在敏敏被邪神侵扰的初期，对巫术完全一窍不通的敏敏突然学会制作驱鬼的万帕塔，想必就是仁慈的八阳神在梦中教他的。如果那时诺伊没有阻止降神仪式，八阳神便能附在敏敏身上保护他。而后期纺纱厂工人们的恶灵逐渐吸收了周围的灵，形成了一只邪神，他们也潜入了敏敏的梦中，切断了敏敏和八阳神的唯一联系，并且部署了消灭八阳神的计划。梦中的头颅就是八阳神神像头颅被砍的警告。可邪神砍下了八阳神的头颅，却并没有消灭掉他，因为他还有尼姆这个灵媒。在尼姆为敏敏驱邪这段剧情中，我们可以看见邪神十分惧怕尼姆，因为八阳神就在尼姆身上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敏敏仍然是有一线生机的，可那个自私又多变的诺伊竟然动摇了尼姆的信念。尼姆开始怀疑八阳神不存在了，于是八阳神就真的离开了。尼姆在睡梦中神隐，也许是追悔莫及，随着他的神灵一起离去了，也许是失去了庇护，被邪神害死了。但个人认为尼姆绝不是被八阳神害死的，而八阳神只是离开了，并没有消失。从敏敏体内的邪神惧怕诺伊，用母爱来试探诺伊这一举动可以看出，八阳神一定还在，只是他不会附身在诺伊这样的人身上。善良的八阳神第一个选中的灵媒是尼姆家族中的祖先，我想一定是一位灵魂纯洁的、甘于奉献自我的女性。而后这种传承以血脉的方式延续，即使敏敏的灵魂不再纯粹，出现了乱伦这样的丑事，仁慈八阳神还是选择帮助他。可想而知，诺伊该有多么不堪，才会被八阳神彻底抛弃。如果你相信神明，那么请你相信，神明只会保护善良的人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只能作为导人向善的宣传语。实际上，作恶的人终有恶报。世上没有后悔药，一念之间，因果轮回。